火光在天际闪烁，熊熊燃烧的火焰仿佛要将天穹都点燃，映照出一片诡异的赤红，映红了大地，也映照出萧炎等人脸上露出的震惊与不解。眼前的景象与他们之前所在的万古神灵大陆充满无尽生机的面貌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简直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萧炎的眉头紧锁，他能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空荡漾着的毁灭气息，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毁灭。神罗殿和天罗殿的两位神殿殿主面露凝重之色，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股毁灭气息带来的恐慌和不安。神元宫的三大主母不禁在心中问道：这里为何会是这样的景象？难道这就是万古神灵大陆的另一个面貌，或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一个只属于毁灭和死亡的领域？不错，万古神灵大陆有着万千面貌，每一个面貌都有着不同的世界命运。而我们第一次进入万古神灵大陆的是充满生机的面貌，而这个是毁灭气息的面貌。所以不要仅凭一个面貌就断定万古神灵大陆就应当如此，因为在其他面貌的世界就是充满无尽毁灭的世界。大龙尊主袖袍一挥，一股造化的气息瞬间将这里的一切给笼罩，使得这方世界没有了刚刚那般激烈的毁灭气息。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股充满神圣威压的声音传入这方世界的每一处角落。随着众人的脚步深入这片灾难的世界，萧炎他们能清晰地听到大地痛苦的呻吟，看到天空愤怒的咆哮。他们的每一步都踏在颤动的大地之上，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尘埃和火光。在这个末日之地上，他们仿佛成为了渺小的尘埃，面对着这里那无法抗拒的毁灭气息，感受到了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毁灭的世界，凡是来到这里的所有生命都会被这里的毁灭气息无情地吞噬。然而正是这种极端的环境让萧炎和众人坚定了前行的决心，因为这比起千万载之前的天古浩劫以及毁灭级的神灭之战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如果他们连这里都走不过去，那么谈何抵御那些暗黑魔物再次入侵大宙时的情景呢？所以只有深入顺便地度过这片末日之地，或许才能让自己的道变得更加强大，或许还能揭开万古神灵大陆的秘密。末日的余晖映照在萧炎等人的身上，他们如同穿梭于绝境中的流光，与喷薄而出的岩浆和震动的轰鸣为伍。赤红的岩浆仿佛是地心之火的化身，无情地吞噬着这个世界中任何存活的生命和希望。但在萧炎看来，即便这个世界充满着无尽的毁灭，却难以阻挡萧炎他们坚定的步伐。他手中的神火横骨尺灌输进大道神力后，一股炙热的火芒在横骨尺的表面形成了神圣的尺芒。下一刻，萧炎便是挥舞神火横骨尺，爆射出一道璀璨的光华，而每一次挥出都带起风雷之势，将那灼热的岩浆强行逼退，如同以一己之力对抗着这方毁灭的世界。众人也是紧随其后，他们的武器和神力交融，施展出强大的各种神迹力量，不停地与周围的毁灭力量对抗。实力相对弱小的小龙与韩吞吞三人，尽管衣衫褴褛，神情疲惫，但他们的眼中都闪烁着不放弃的色彩，那是对未来的渴望，也是对生存的执着。能够走到万古神灵大陆的每一个人都已经非常的不简单，虽然他们还只是天位神，但凭借着自身的战斗经验和气运之力的加持，短时间内依旧可以抵抗这里的一些毁灭攻击。轰轰轰，一道道神迹力量与那些岩浆的对碰声在这方世界中响起。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他们看到了这方面貌的世界尽头之处。就在大家即将突破这片充满毁灭的面貌世界时，一股更加庞大的力量自大地深处觉醒，一道刺目的光束贯穿云霄，宛如天神的指引，却锁定了萧炎等人的身影。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空气中凝结了极度紧张的气息，他们仿佛再次被卷入了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漩涡中。大家小心，这大地之下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萧炎的声音犹如惊雷，在这毁灭的空间中回荡，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着下方的无尽岩浆。众人的视线随着他的声音转向下方，大地的颤动便愈发剧烈，那是一股无法言喻的力量在地心深处苏醒。只见那炙热的岩浆如退潮般迅速退去，迅速退散，露出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裂谷。突然间，在那裂谷开始剧烈的颤抖，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感从每个人的骨髓中蔓延开来。在那万米之下，一股庞大的阴影缓缓升起，伴随着沉闷的震动声，一个庞然大物破土而出，它的身躯像是古老传说中的巨兽，将整个空间都衬托得狭窄而压抑。